没人能想到，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春节。随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极寒流降临，至此世界再无春日。而我所乘坐的返程列车，因为这场大雪直接被拦截在大山里。随着车外温度骤降到-70度，电力系统崩溃，物资匮乏之下，列车内的人杀红了眼。男友只为了一件日常的破棉袄，直接把我推了出去。再睁眼，我又一次跟随男友登上了那辆死亡列车。只是这次我带着所有行李提前下了车，开着自己的大货车躲进了早就满是物资的温泉山洞里。当我再次睁眼时，我愣了几秒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身处一间老旧的房子里，炕里的火烧得正旺，但我却满头冷汗，手脚冰得像是刚从雪地里捞出来。此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，都几点了，赶紧起来，我妈让你去帮忙包饺子。我没动，只是不停地环视周围，思绪一片混乱。包饺子、烧火炕，差点忘了这里是吴亦帆的乡下老家。我看向一旁的男人，可不正是我那24孝好男友，和吴亦帆恋爱3年，这是他第一次春节带我回他老家见父母。刚认识的时候，他为人踏实体贴，十分会照顾人，做事也勤快得很。自从父母去世后，我很久没有体会过家的温暖了。所以当吴亦帆拿出那枚价值10万的钻戒和我求婚时，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只是当我跟着他来到他老家，这才知道他家在这么偏远的一个小山村里，而这里的房屋也都是土砖墙，质朴的几乎和现代社会脱节。而且吴亦帆还有2个姐姐和1个弟弟。吴亦帆总是和我念叨，我是村里唯一一个大学生，如今能把你娶回家，我父母可高兴了。我垂下眼笑了，他父母是该高兴的。我父母离世后给我留下了2处房产和1000万遗产，他父母知道了能不高兴吗？吴亦帆见我还不动，毕竟我们还没结婚，这种时候怠慢了我，一生气，他图谋的一切可就泡汤了。他立即换了笑脸，轻声细语地说道，小白，这是你第一次上门，我爸妈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馅的饺子，怕你吃不惯，这才借口让你一起去包饺子，顺便和你聊聊天。我点了点头，我这就去。我抱起脸盆，打算先到院子墙角去洗漱。洗漱时隔着一个墙角，听见吴亦帆的父母像是在聊什么天大的喜事，只是稍微凑近就能听见老2口在合计什么。那丫头现在还没结婚都这么懒呢，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照顾一帆。放心吧，她嫁给一帆以后，我有的教她呢。你忘了当年我嫁给你们老王家的时候，你老娘怎么使唤我的？都猴年马月的事，你还提？还有，等一帆结了婚，咱们小儿子也得去城里找个对象。城里对象不好找了，又要钱又要房的，上哪找像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女生啊？等一帆和他结了婚，那遗产还不都是咱们老吴家的？2人扯了证，咱们全家就都搬过去。这破村子住了几10年了，也该享享福了。那他能答应吗？怎么不能答应？一帆为了拿下他，可是拿了一个10万的钻戒求婚呢。这臭小子不过日子了，有这钱不知道帮衬弟弟，竟然给那丫头买个破戒指。租的，等过完年2人扯了证，他再把戒指退了，咱不亏。听着这空手套白狼的计划，我靠在墙边冷笑。这家人的嘴脸还真是和前世一模一样。前世的我听到这些，气得和吴亦帆大吵一架，甚至当下就订了返程的火车票，打算回去就老死不相往来。但这次我忍住了，毕竟和未来即将发生的那些事比起来，这些根本不算什么。没人知道我重生了，也没人会想到那一趟将会成为绝命列车，而这个春节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春节了。既然这一切都是真的，那就别怪我心狠了。趁吴亦帆熟睡，我立即拿着钻戒和我的房本打算做抵押，全部换成现金。这一次我不光要前世的我只顾着在列车上和吴亦帆冷战，并没有意识到车窗外的雪越下越大。等我迷迷糊糊睡了3个小时再醒来，才发现列车因为大雪被迫停在了群山环绕之间。那时的列车上不断地重复着广播，列车员让大家稍安勿躁，宽慰我们很快就会有救援出现。然而这个救援直到第2天下午也没出现。随着车外温度越来越低，车厢内的乘客终于发现不对劲，大家不断地刷新着手机信息，这才发现全世界已经因为一股寒流全面瘫痪。到了第3天，有一群装修队的人按捺不住了，他们半夜潜入乘务室，杀害了值班的乘警，抢下乘警的武器后，这些人就开始原形毕露了。他们逼迫车厢里的人把行李中的物资都拿出来，谁不照做直接射杀。而吴亦帆为了活命，竟然加入了他们。那时的他就在车门里，眼睁睁看着我在车外无助敲打车门，最终活活被冻死在车外。在我绝望之际，眼前闪过一束白光，下一秒再睁眼，我竟然回到了极寒降临的3个月前。那时我无比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噩梦，一切都是我得了婚前恐惧症，但一想那些场景太过于真实，为了验证一切的真假，等吴亦帆熟睡后，我用他的指纹解锁了他手机。那一刻我傻眼了，他和父母的聊天记录里早已计划好了撤我家绝户，还找保险公司咨询了意外保险，保险额度更是高达1000万。那枚吴亦帆曾在奢侈品店里带我招摇过市的钻戒，也和前世他父母说的一样，
是他以200元价格日租下来的，甚至租借信息我都看得一清二楚。那一瞬间我冷汗都下来了，察觉到一切都是真的。那一刻我没空悲伤，我把吴亦帆他们全家觊觎的房子拿去做了抵押贷款，把父母所留下的遗产也全部拿了出来。但想到前世，我有一些疑惑，如果不是当时那趟列车恰巧穿越高山，估计也会顷刻间被大雪完全覆盖，而车上的人也没有任何生还可能。可为什么外界温度早已下降到零下70度，那趟列车外的温度却慢了1天才降低呢？我察觉到那片山区可能有什么奇特的地貌，于是立即查阅地图，查找该片区域的各种地质学文献资料。经过几日的不眠不休，我终于找到了答案。那里虽然看着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大山环绕，实则山体下方处在地热活跃区，通常这种地方下面不是火山带就是板块交界处。发现了这一点，我转头就租了辆越野车，去往了前世火车停留的那片山区。我来到了距离那片山区的一个县城，通过我1周的勘察和走访，一个大哥说，不远的度假村后山有一个山洞，里面有地下温泉。我听后眼睛一亮，怪不得火车在那个山里降温那么慢，也许就是这个温泉的原因。据说在温泉上方，开发商还建了一个度假村，但是刚开工没半年，因为一些原因成了烂尾。听闻，我决定马上去看看。我开着越野车寻找那废弃的烂尾工程，也许没人要的房子可以当成我自己的末日堡垒。车开到废弃的度假村后，我竟无意间发现烂尾楼的尽头竟然有一条路往里走，直通一个山洞的入口。走到跟前，推开那沉重的大门，我战战兢兢地往里走。山洞尽头竟然还有一部电梯，这也太高端了吧！电梯旁边有一扇小门，我好奇地推开门，发现里面竟然是整个山洞的配电室。我吞了吞口水，尝试着伸手拉下电闸，下一秒就听到电梯工作的嗡嗡声。没一会儿，整个山洞顿时灯火通明。这一刻，巨大的惊喜冲刷着我的神经，没想到这里竟然还布设了太阳能板和备用电梯。再看向门口那2扇相隔10米的大铁门，试想几个月后极寒降临，下方所有的路都被大雪覆盖，那这里岂不成了隔绝外界的绝佳安全基地？按耐住心中的喜悦，我一路往下走去，目光所及是一片宽敞的大厅，顺着山洞2旁的小灯往前走，还有几个房间，竟然有桑拿房、KTV 影音室、麻将室，还有电影房。再往深处走，还发现了不少的杂物和油漆桶，看来是还没来得及装修完。我越过那些杂乱的东西，走到深处，这才发现岩洞内部错落着好几个大大小小的温泉。我弯腰抚摸地面，石头都是微微烫手。看样子这里应该就是资料里所说的地热区域了，这等同于天然的暖气，等到极寒来临，再冷也不怕了。我一路经过温泉池，发现更深的地方有光亮，往前走去一抬头，发现竟然是一个露天的空间，头顶的洞口看起来很小，距离我的位置得有10几米高。这个距离寒流来了，冷空气会不会窜入洞内呢？想到这里，我蹲下身摸了摸地上的石头，还好石头还是烫手的温度，就算有雪落进来，应该也会立即融化吧。干脆提前放个充气泳池，接满的雪水还能拿来浇绿植，而这里我还可以作为一个主要的换气通道。本来以为温泉这边的情况已经足够我大开眼界，谁知另外一边的装修更让我惊掉下巴。我从另一侧的门口进入后，发现里面竟然藏着一个别墅。这个别墅利用山体开了几个侧边窗，从窗户正好能看到山下的情况，同时日光还能通过窗户照进室内。比起外面，这里装修的更加舒适和现代化，甚至完全看不出这是在山洞里一层的大厅，一眼就能看到全貌。盖着防尘布的沙发，纸箱里的电视，套着塑料袋的空调，甚至还有个搭建好的烧柴壁炉。之前听周围人说是被查封了，这么大费周章的建造着实可惜了。厨房里面一整套的家电厨具一应俱全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卫生间的马桶竟然还能冲水。看来这个别墅应该是整个山洞里装修最完善的一个地方。这样一个建了一半的庞大工程，没想到最终会无人接手，直接便宜了我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个山洞很适合当基地，甚至不需要我再多开发。这一次收获颇丰，我立即原路返回，将电闸拉上，把铁门关闭。做完一切，我开着车回到了镇子。我直接租了一间院子，5个冷冻柜，1辆大货车，随后开始为期2个月的部署。首先是居住安全性，岩石层虽然能够有效保温，但别墅区域因为开了窗户，所以保温性能会大打折扣。零下70度普通窗户根本无法抵御，必须更换为更加牢固的有机耐低温材质玻璃。前世我苟活了3个月，也就是说至少3个月的时间，想要得到外界救援是不可能的。我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，所以供电和水源是更重要的。太阳能电热板能承受的最低温度也就零下40，要是想让它持久运行，除非能让它贴到地热岩石上。比起这个可能性，多准备柴油发电机似乎更牢靠一些。虽然如此，但我还是多订购了一些太阳能板。如果真有柴油耗尽那一天，再考虑利用露天的空间进行太阳能发电也不迟。凡事做2手准备最稳妥。至于水源，我直接购买了前端过滤器和净水器，这些都需要准备大量过滤耗材，起码要先保证能用10年。温泉后面的一片空地上方有阳光照射，地面岩石又有天然地热，如果我移植足够肥沃的土壤种菜，应
该是没问题。同时那里还可以饲养一些鸡，日常给些谷子就能活。说起谷子，日用的口粮里面是最短缺的，只会越吃越少。极寒天气里，小麦和大米都是最难种的，所以我必须储存足够的米面才行。想到这些，我立即向食品厂订购了成吨的米面粮油，每天白天接货，半夜再拉到山里。而晒干的蔬菜和各种军用级别罐头是应急食品，也是最耐储存的。这些全部被我拉着车囤放到了别墅下的地窖里。那里原本是个酒窖，反正空着也是空着，不如囤放一些耐放的东西。除了基础食物、饼干、糖果、速食饮料，我也分批次订购不少。眼看食用物资几乎塞满了整个地下大厅，起初货车送物资到院子里，村民还没察觉到什么，后期货车来得频繁，就有人开始打听我是做什么的。我借口说给附近景区供应货物的，才打消大家的疑虑。1个月后，山洞里被物资塞得满满登登。至于那几个冰柜，早就被我拉到山洞里提前冻上了肉。末日降临后，那几个冷冻柜就都失去了作用。那时候地下那扇大门后的空间就成了天然的冷冻库，而净水的设备都是我在小院里自己改好的，最后把东西带过去亲自安装。为此我还和老师傅学了些手艺，方便日后山洞出现任何问题，自己也能上手维修。很快2个月过去了，吴亦凡那里开始起了疑心。我当初是借口出差才出来的，但是就算出差，我之前也没有出来过这么久。我怕他起疑心去公司打听我的消息，所以将最后一批日用品拉上车，将大货车开到火车站外的停车场，随后自己坐着火车就回了城。这2个月我肉眼可见的瘦了，肤色也都黑了一些，这让原本对我有些怀疑的吴亦凡彻底没了话说。他以为我为了升职加薪才这么拼命工作的，我没提那么多，笑着和他安排着春节回家的事。接着到他家后，我就开始了自己的计划。叔叔阿姨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起来晚了。看我笑着走进来，老2口连忙笑脸相迎。别的不说，俺们一番是个会体贴人的，你嫁到俺们老吴家，那可真是有福了。我闻言冷笑，有福有没有命都不一定呢。叔叔阿姨，咱家里棉被棉衣多吗？刚来的时候就听说村头有人高价回收棉花呢，1斤好像几千块钱。吴母一听，瞪圆了眼睛，多少1斤？几千块？怎么可能？我笑着看向外面，那不能有假的，就在村口呢。吴母起身朝村外跑去，没多一会，她回来把全家把棉被、棉衣能拖的都拖上了板车，一股脑朝着外面运了过去，足足卖了55斤，小10万块钱呢。吴亦凡却挠挠头，皱起眉，娘啊，您把被子衣服都卖了，咱家晚上盖什么？去隔壁老周家借2床被子。看到这，我这才说道，借1床就行。一帆，我们领导说让我提前复工，我今晚就要走，你跟我回去不？吴亦凡皱起眉，这年还没过完呢。吴父也一脸怒意，什么领导让人大过年回去上班？他给几个钱这么使唤人？确实没多少，也就10来万吧。但我想着这挣的够彩礼钱1半了，也省得叔叔阿姨为难了。吴母听完眼睛都亮了，哎呦喂，工作最重要啊！一帆，你赶紧帮你媳妇收拾收拾东西。面对他们，我丝毫没有任何愧疚，拿起东西就上了提早叫来的一辆车。我和吴亦凡一路坐车到了火车站，拎着行李就上了提前预定好的列车。班次和前世那一趟一模一样，车里宽敞又温暖。很快，吴亦凡喝完我在饮料里放的安眠药，就在车上沉沉的睡去。随着火车进站停下，我起身就拉着2个行李箱就朝着门外走去。身旁的吴亦凡睡得昏天黑地，无所察觉。站台已经飘起大雪，凛冽的寒风吹得我脸颊疼。我笑了笑，随后转身离开，来到之前大货车停留的停车场。此时地面已经覆盖了一层薄岩似的雪花。我立即上车，开着我的大货车离开了停车场。一路上的车很少，毕竟没人会在春节期间跑来这个县城旅游。望着飘落的雪花，再过6个小时，整个世界都会被大雪覆盖。如果没有大雪，从县城的省道开进山，抵达目的地需要1个半小时。但现在雪越下越大，时间至少要增加1倍。如果我不和吴亦凡回老家，完全可以提早安全的进入山洞，宁可冒些风险，这一次也绝不会让他好活。吴亦凡大概不会想到，我在车厢行李架上安置了隐藏式的摄像头，而且临离开前还将一封举报盗窃的信交给了乘务员。只要他醒来发现行李消失，肯定会去找乘警，乘警就会因为信的内容带他去和那伙假冒工人的杀人犯相互对峙。前世吴亦凡为了活下去，不惜加入他们，成为帮凶。而这一次，他只要触怒这伙人，他只会成为被开刀的那种。我开着大货车穿进废弃的度假村，此时温度计显示，温度就已经降到了零下40度，而此刻山下早已白茫茫一片，连那些3、4层的小洋楼也只剩下1个房顶了。估计再下去，那雪至少要盖到半山腰。好在这山够高，当初大雪连列车都没完全淹没，想淹没我这里更是不可能。看了一眼时间，距离火车被大雪截停还有1个小时，累了一天，我伸了个懒腰。随后我直接来到了大厅，忽然想起什么，我掏出手机，差点忘了吴亦凡家平房里也被我安装了个临时监控。我打开监控画面，看到吴母正裹着单薄的被子
子在屋里来回踱步，吴父则蹲在墙角，不停地搓着手哈气，看着他们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，我心里却没有丝毫怜悯。这时手机突然响起，是吴亦帆的号码，我任由手机响着，直到自动挂断，随即又收到他发来的短信：你在哪？我关掉手机，走到窗前，望着外面肆虐的暴风雪。这场雪会连续下3个月，直到淹没整个文明世界，而我的山洞将是这片白色地狱里唯一的诺亚方舟。我走到控制台前，启动了最后一道防护门。我还要吴亦帆死。我开着货车走了一段路，就发现身后突然多了一辆和我差不多的货车。由于雪天路滑，那辆车开得不快，和我一直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。期间我的速度提升，它也会加快一点，而我速度慢下来，它也会跟着慢。雪天的山路，大货车都有跟车的习惯，但天生的敏感让我有所警惕。眼看到达山洞的第一个分岔口，那辆货车还是跟在我身后，瞬间我感觉头皮有些发麻了。时间还有4个小时，路程还有4公里，如果他继续跟车，那我会很难办。我不再犹豫，果断减速靠了边，随后冷眼看着后视镜，后视镜里的大货车见我减速，原本也要减速，但见我突然停在了路边，似乎也犹豫了一下。很快，在我冷眼注视下，那辆货车就加速越过了我，在我面前20米的第2个分岔口，向着相反的方向开走了。那辆车离开后，我在原地又停了10分钟，直到确认那辆车不会再回来，这才重新开着车子朝着原本的路线开了过去。我开着大货车穿进废弃的度假村，7拐8拐，一路顺着之前的土路向山腰开去，一直开到了山洞门口，我才下车。此时山里的大风呼呼地吹着，温度已经降到了-40度。我没犹豫把山洞大门推开，将大货车直接开进了山洞。随后我下车，在铁门两侧拉了一下绳索，把厚重的防风门帘尽数落下。这些门帘都是防火防寒级别的，花了不少钱定做出这么大的尺寸。我拉起行李箱，走向山洞的第2扇门。此时，山洞2扇门之间原本的空地早已被我堆满了，各种冷冻肉类，鸡鸭大鹅、猪肉牛肉全部封装放在这里，各种鱼类也都提前靠墙摆放着。眼下随着外面温度越来越低，这里就更成了一个天然冷冻库。当我站在第2扇门口时，脚下的识别器瞬间亮起，下一秒大门自动打开，一股暖意瞬间将我包围。识别到我出现，一旁的自动感应装置立即开启了走廊全部灯光。与此同时，一个 AI 系统声音响起：已识别确认为主人，白七月主人你好，欢迎回家。山洞内恒温温度已调节至22度，整体湿度45%，大电机组目前电量99.99%，太阳能电热板工作正常，路签区域温度正在持续下降，温度已控制在15度，鸡群存活，牛羊存活，饲料补给充足，大厅区域土壤略干燥，需及时浇水。我点了点头，对这个新安装的智能系统十分满意。门口我还设了智能识别系统，一旦识别到不是我本人进入山洞，山洞内的所有设备都将进入警戒状态，就连大门都会立即自动锁死。看到这套设备，我又安心了不少。我从窗户向外望去，不出所料，此时山下早已白茫茫一片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距离火车被大雪截停还有1小时。累了一天，我伸了个懒腰，干脆去冲了个热水澡。洗完澡后，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一些，这才从冰箱拿出一瓶啤酒，切了点水果。随后，我端着手机和笔记本电脑，直接来到了大厅另一侧的天然温泉池。我将托盘放在岩石上，随便找了一个温度适宜的池子就坐了进去。打开笔记本电脑，网络自动连接了无线路由器。现在外面温度虽然极低，但网络信号还是有的。记得前世大概3个月后才彻底瘫痪的，也足够我看看那趟列车里的情况了。我冷漠地望着监控里昏睡的男人，直接喝了一口啤酒，啤酒滑入喉间，后背正抵在45度的温泉岩壁，一时间冷热刺激让全身毛孔张开了。想想以后每天都能这么惬意地泡温泉，整个人都开心许多。而远处的列车车厢里，不少人正在趴着窗户看外面的大雪。我下车的那一站后，再没有站点。不出意外，这趟列车将会在接下来1个小时里持续减速，最终在半夜被困在山中央，再也无法前进。我把啤酒喝完，整个身体都泡在温泉里，舒爽地退叹出一口气。好戏不光要配酒，还是要配下酒菜。泡完温泉的我全身暖暖的，随后起身带着手机和电脑再次回到别墅。这时，智能系统声音响起：警告，室外温度已降至-60度。听着系统提示，我嘴角扬起，算时间，那列车应该停了吧？我换完衣服准备看看那列车里的情况，就听见视频里的人醒了，正在发着牢骚：吵什么？不是商务车厢吗？怎么还这么吵？他刚要开口呵斥，却因为车窗外的景象顿住了。
他根本不知道外面什么时候下起了雪，更没想到此时车外的积雪已经将铁轨淹没。这也不是车站，车怎么停了？这什么情况？白七月，白七月。他这才发现旁边的座位空了。吴一帆皱起眉，立即起身看向四周。他走到过道，随手拉起隔壁一个正在收拾东西的男人。你看到我老婆了吗？刚刚就坐在我旁边的。被突然抓住的男人早已烦躁到了极点，闻言一把甩开他的手臂。你旁边一直都是空的，况且现在这么乱，谁知道你老婆去哪了？且开！吴一帆一愣，他明明记得刚上车的时候，这个男人性格温和谦逊的很，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再看向四周，哄孩子的、哭着打电话的比比皆是。一瞬间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他还没来得及细想，就听广播传来通知：尊敬的旅客朋友们，很抱歉地通知你，因为寒流影响，室外温度已经低至-60度，列车正在全力向外界呼救。为了您的安全，请您看管好自己的小孩，在自己的座位上稍作等待。全体列车人员将会竭力保证您的安全。-60度。吴一帆倒吸一口凉气，这才发现手臂有些冷飕飕的。他下意识伸手在座位上拿衣服，谁知却拿了一个空。低头看去，这才发现自己的羽绒服消失不见了。衣服呢？对了，肯定是白七月收拾起来了。出了这么大事，他跑去哪里了？吴一帆顿时脸都黑了，他立即拿起手机给我打电话，只是他不知道，我那张手机卡早就随着我下车时被一起扔在了站台。听着手机里传来关机的声音，吴一帆皱起眉，他茫然地看向四周，目光落在了2个工作人员身上，而那2个工作人员正带着几个男人往警务室方向走。吴一帆像是看到了救星，连忙上前抓住工作人员的手：“同志，您可要帮帮我，我老婆和行李衣服都不见了。”工作人员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：“你叫吴一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”说话间，工作人员反手拽起他：“省得我们找你了。请跟我一起去警务室。”几个男人本来低着头听见吴一帆的名字，其中为首一个面带凶相的男人抬起头看向了吴一帆：“是你写的信？”男人目光带着几分阴狠。吴一帆顿时吓得一哆嗦，慌忙道：“什么信？我不知道啊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就是丢了东西，我什么都没写。”行了，我们这不是帮你找的吗？一会儿我们调监控看看就知道了。眼看工作人员带人离开了车厢，我这才觉得有点饿了，于是煮了一碗方便面。当热腾腾的面出锅时，吴一帆再次出现在监控画面里。此时吴一帆身上披着一件薄毯，一看就是工作人员看他可怜，让乘务员给他找的客用毯子。他现在真是又饿又冷，坐在座位上拿起手机给我发信息：“白七月，你现在在哪里？刚刚工作人员调取监控，说你带着行李自己下车了。你不是回去复工吗？半路下车干什么？我东西都在你那里，你下车了我怎么办？还有我衣服都去哪了？外面下大雪了，这车厢里吃的太贵了，你赶紧给我转点钱。”然而吴一帆发了半天都没得到一个回信，我就坐在监控前看着，一边看一边吃着面。就在这时，系统音再次传来提示：“警告，室外温度已下降至-70度。”此刻监控里传来哭嚎：“怎么办？听说我老家那里已经-70度了，怎么办？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？-70度，那还能活人吗？完了，我不想死啊！救命啊！到底有没有人来救我们啊？”不是说去找救援了吗？救援的人呢？这都多久了，还没消息？车外气温虽然很低，但车内保温做得不错，摄像头还没受到影响，甚至开启了夜间模式。混乱之中，突然几声枪声响起，所有人听着，立刻给我把东西放下，一个一个走出这个车厢。谁要是敢拿东西，老子崩了他！大家放下自己的行李，都迅速地逃离这节车厢。我放下筷子，点开了监控的对话键，缓缓开口说道：“都世界末日了，这点东西够你们吃几天的？来我这里，我给你们准备了好东西。”有个人听到我说话，瞬间紧张起来。谁？是谁在说话？这时有个眼尖的男人发现了端倪。大哥快看，这里有个摄像头。我笑了笑，无畏地说道：“如果想活久一点，奉劝你们别破坏这个摄像头。”此时那个凶狠的男人仔细地看着摄像头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在这里安装摄像头？我怕我男人出轨，临走前特意架在这里专门拍他的。谁知道会遇到这种事？几位，我现在不在车上，也和你们没有任何利益冲突，但我知道你们被困在车里了，我男人也是，我希望你们把他给我找来。那刀疤男瞬间明白了什么。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凭什么帮你？你们被困在车里，不出几天，弹尽粮绝，早晚被冻死。可我男人也在啊，我怎么会让我男人死呢？我当然是要他活着。你想想，跟着他，你们不就能一起活着了吗？
似乎察觉我说的有道理，几个人对视一眼。我们现在被困在大山里，你在哪里？我男人叫吴一帆，你们把他找来，我就告诉你们我的定位。更北边的地方现在已经零下70度了，还好你们在山坳里，温度下降没那么快。看着现在温度还没低到出不去，赶紧离开，不然等着车上的电力系统崩溃，你们那里可就成了室外天然冰棺了。那男人听完瞬间面色沉重了几分，立即转头拉着几个人跑到远处开了个小会。他们走远了一些，以为我听不见，实际小看收音了。这娘们说的真的假的？哥，是真的，外面新闻都报了，好多地方都被大雪埋了，只有地下车库、防空洞那些地方温度还能活人，咱这车厢全是窗户，等那电力系统真崩溃，咱几个也得完蛋。不管了，他男人还在车上，只要他男人在手里，不怕他说瞎话。随后几人朝其他车厢冲去，看到这儿，我继续吃面等着。没多大一会儿，那几个人果然拽着吴一帆出现在我面前。我挑眉，立即用新的号码给吴一帆打了一个视频通话过去。随着画面一亮，顿时满是物资的大厅出现在几人面前。吴一帆瞪大了眼睛：白七月，你在哪儿？我看着屏幕耸了耸肩，我们领导突然指派我去运送一批货，就在上一站。我看你睡那么死，就先走了。现在你也看到了，我就在我们公司的地下仓库，离你也不远。听说外面大降温，你现在下车过来找我吧。说着，我发了个定位过去，定位是我自己在地图上标的。几个人打开一看，发现距离列车有3公里的路程，顿时面露难色。平时看起来的确不远，但现在外面大雪都有半人高，这3公里就异常的远了。我看外面温度又开始下降了，要是再不出发就走不了。吴一帆，别人我不管，你可一定要活着找到我。这仓库里的食物够咱吃好几年的了。说着，我又把视频拿到满当当的货架附近，给他们展示了一圈。那个男人闻言冷笑，一把勾住了吴一帆的脖子。大妹子说的哪里话？你放心，你男人我们一定给你安全送到了。话音刚落，视频就挂断了。看到了我身后满满当当的物资，那几个人果然动心了。随后收拾收拾就离开了车厢。我冷眼看着这一幕，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。这伙人被我骗下车，车厢里的人应该还有时间寻找救援。我吃完面就开始清点我的物资，仅仅过去2个小时，第一扇大门和第二扇大门之间的储物区的气温就已经掉到零下40度了。以后每消耗一点物资，我就在本子上划掉一点，这样能清楚的知道物资还剩多少。等我再次回到别墅，我看到桌子上的手机一直在响，打开一看，发现吴一帆早已打来了20个未接通话。我立即给他回了视频，等了许久他才接通。你们走多远了？还没到吗？白七月，你要不来接我们吧？外面太冷了，手机要没电了。视频里，吴一帆和那几个男人身后的列车还亮着温暖的光，看来还没走太远。我假意说道：我现在就去接你们，你们不要放弃，越过这座山就到了，我就在山脚下等你，咱们距离很近，我把水烧好了，你们到了要好好泡个热水澡，咱们一起吃火锅。那个带头的男人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列车，心想毕竟走这么远了，如果现在返回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他一咬牙，招呼几人继续前进。极寒降临，零下70度的夜幕下，狂风卷着暴雪淹没了一切事物。此时山洞堡垒中的我正拿着记录本走向物资存放处，把储存的纯净水还有一些卫生用品也一一记录在本子上。随后我推开一扇大门，随着一阵凉风袭来，洞外呼啸的风声撕扯着零下70度的夜幕。这时系统声音响起：识别有人进入路签区域，已自动开启灯光。路签区域温度15度，湿度30%，风力小于1级。我则抱起一捆草，为了养在这里的牛和羊，又去鸡舍看看早早安置在这里的母鸡。这段时间系统确实按时投喂，当下我就放心了。正下方被我种下了一些蔬菜，看样子长势都不错。干完一圈活，我这才收拾收拾离开了山洞。等我回到别墅区，吴一帆的消息终于发了过来，只不过这次只有2个未接和1条语音。白七月，你到底在哪？手机没电了，我把所有暖宝宝拿出来贴上才开的机。这条刚听完，下一秒对面发来了视频通话申请，我点开了。当看到我身后的豪华的别墅区域，那个凶狠的男人瞬间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你没出门，你骗我们！说话间，男人把视频对到了已经几乎冻昏迷过去的吴一帆面前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朋友都没出门。我看着吴一帆，嘴唇已经冻得青紫，眼皮上也结了霜。一瞬间，前世的画面再次浮现在眼前。那时的我也和现在的他一样，不，那时的我甚至连一件羽绒服都没有，就被他们扔出了车里。无论我如何拍打车门，吴一帆就像是没看到一样。他身边抱着另一个女人，一脸漠然地看着我，看着我活生生地被冻死在他面前，甚至没有一丝动容。你男人还在我们手里，你不要他的命了吗？你再不出来，他就真的死了。男人的声音不断地从视频里传来，我这才回了神，目光落在视频对面，我叹了口气，冷冷道：
你以为他的烂命值几个钱呢？吴亦凡想知道你老爹老娘现在怎么样了吗？说话间，我传了一份10秒的短视频，毕竟太长的话，我怕他们看不到就关机了。视频里，吴亦凡自家老房子里被一堆棉花点燃，随后画面戛然而止，在坍塌的一瞬间，吴亦凡终于有了反应。爹娘和弟弟，白七月，是你设计的，对不对？这到底为什么？我们都要结婚了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们？你还有良心吗？良心是什么？有命重要吗？吴亦凡，那保单上的金额你还记得吗？什么保单？吴亦凡顿了一瞬，似乎终于明白了一切。他还想辩解，就被那个男人一把拽开，踩在了雪地里。你们两口子要死要活，害得老子也被砍了，把他男人扒光了，把衣服都脱下来穿上，现在赶紧回火车里，还有救！随着手机被丢到一旁，视频里顿时传来吴亦凡的叫骂和哀嚎声。只是哀嚎了没几秒，视频就彻底断了。我关上手机，心里说不出的畅快。这时，我目光落在监控里，看着下方有还在走的人，看样子像是之前的乘务员。我立即点开了通话键。喂，还有活人吗？那乘务员被吓了一跳，连忙四处查看谁在说话。长话短说，刚刚的那伙人被我骗下车了，现在他们发现不对，正在往回赶路，要活命就赶紧去把车门锁上，不然等他们回来，你们都得死。那人愣了一下，立即大喊着联合车厢里几个人往车门的方向赶去。眼看车厢里没有人，我这才关掉了摄像头。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，而接下来能帮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了。系统汇报室外温度。好的，主人。现在室外温度零下70度，安全等级危险。我心中一凛，随后长长吐出一口气。末日终归是降临了。接着我回到2楼的卧室，昏睡了1天1夜。这3个月对我来说实在太累了，我很需要补足精神。然而这1天1夜的睡眠在漫长的岁月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。我每天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，哪怕我付出了这么多，部署安排了一切，尽管前世我只活了3个月，但我总希望有人能来救援。我真的希望这3个月只是短暂的寒流，只要熬过去，世界依然会井然有序。然而3个月过去了，希望并没有降临，手机里的消息越来越少，信号越来越弱，世界再也没有新的消息了。狗在山洞里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。就在我真的以为世界上就只剩下我一个活人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，在我从冷库拿3文鱼的时候，听到身后大货车里传来声音：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我激动地爬上大货车，抓起对讲机开始说话。喂，是救援队吗？你们在哪里？听得见吗？这时对讲机里断断续续传来声音：我就在你附近。什么？我附近？我吓了一跳，立即放下对讲机，抬头对着系统询问：系统汇报室外情况。好的，主人。室外温度零下85度，大门已被冻死，门外5公里并未发现生命体征。没有人，那他怎么会在我附近？我正在用货车的对讲机和你讲话。货车的对讲机，货车。几乎是一瞬间，我就想起了5个月前我在山路上遇到的那辆跟车的大货车。难道是他？我正要继续询问，下一秒就听他继续说道：有人在向你的山洞靠近，快把对讲机拆掉，拿到露天的地方。他还知道我有个露天山洞，我的天啊，这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他不会在我这山洞里安装监控了吧？听到这话，我也没再犹豫，立即行动了起来。我找来螺丝刀，开始拆卸对讲机。在保证所有线路都完好无损的情况下，我把对讲机从车里拆卸下来，随后立即抱着跑到了露天山洞，接上了电源。喂，你还在吗？我在山洞里问了半天，就在我以为对讲机坏了的下一瞬，对面终于传来一个清冷的声音：我还在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有人在向我靠近？我看到了。看到了？你在哪儿看到的？我就在你隔壁山头。隔壁山头？隔壁还有山头？放心吧，已经没事了。不是哥们儿，不带这么吓唬人的。这外面这么冷的天，怎么可能还有人？这附近温泉山脉不少，能躲进去的人也不少。你那个山洞口一直在冒烟，所以一直有人前仆后继的冒死朝你过去。短短几句话，说得我后脊梁骨冒出一阵寒气，一直有人朝我过来。我缓缓抬起头，看向头顶那个碗大的口子。所以这4个月，我以为外面人都死绝了，原来一直都有人朝我这个方向前进。而这个看起来十分小的洞口，实际上每天白天都在冒烟，而我自己却看不到。那你说的已经没事了，是怎么回事？他们都死了吗？我刚刚看了一眼，那群人也掉下去了。掉下去了。你该庆幸，你选的这个山头后有一片断崖，所有朝你寻去的人全都被大雪欺骗，从断崖掉下去了。听着男人的话，我倒吸一口凉气。我试图联系了你4个月，以为你死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存在？这几个月我也在运火，只是我没想到你也会在最后一天进山。本来我打算跟车跟到最后确认你到底去了哪，不过你太警惕了，所以我就越过了你，回到了自己的山头。
哥们儿，咱好好捋捋这个事儿吧。通过对话我才知道，这人名叫张艺兴，是个大气物理系专业研究生。他是最早发现天气异常的，甚至在半年前就已经推测出了精确到具体月份的寒流降临日期。然而他的导师对此不以为然，因为这个寒流早就在气象学会里不是什么秘密了，而且更多更高级别的院士都认为这股寒流会被一股强暖流冲击消散。但张艺兴经过了上千次模拟，甚至在过去多年间也未曾发现过和现在一模一样的规模的寒流。他推测这股寒流的出现不会被任何暖流冲击消散，甚至会在对流时形成大范围、长时间降雪，这在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。更何况他的推测时间是在春节，都是返乡团圆的时候。如果这件事真的被高层知道，推测对了还好，万一错了，那才是民怨四起、劳民伤财的事情。也是因为这样，他的这个推测直接被驳回了。随着日期逐渐逼近，张艺兴见没人相信自己，甚至导师觉得他是想毕业想疯了，没有办法，他只能自救。张艺兴老家在这县城附近，他和我一样仔细研究了地势山脉，发现这边的山脉有地热层，于是前来考察了许久。据他所说，他在考察期间还在当地旅行社附近和我遇见过，当时他并未多疑。然而在他选定山洞，同样向大货商订货时，却被告知同样有个人也订了不少货物要送到这个县城，甚至他还要为此多等1周。那时他这才反应过来，有人在和他做同样的事情。张艺兴并没有打草惊蛇，而是随着我的步伐订购起物资，我买多少他就买多少。张艺兴的位置距离我大概5公里，就是我那日看到的分岔路口，再往前3公里。他说这个地方有好几个这种山洞，我这个山洞是最后一个被查封的，还没来得及完全搬空，他那个山洞早就建成1年了，甚至人都进去住过好几次了。而他发现的时候，那里也被封了，而且已经除了硬装啥也不剩了，彩电更是想都别想。而他那边虽然没有露天山洞，但是别墅层却有4层高，正好能看到我那冒烟的山顶，以及山顶后面只是那第3个洞，真的是个景区。估计有不少员工留守没回家，因祸得福留在了那里活了下去。但是因为没吃没喝，当看到我那个山头一直在冒烟，这才冒死前仆后继的跑来找我。只可惜虽然距离很近，但2山之间有个大断层，还被白雪覆盖，所以没人看得出来。所有人都以为能爬上来找到我，却没想到还没被冻死，就全都命丧在断崖下了。说到这里，我和他都沉默了。这种事说开心不太对，说遗憾也绝不可能，只能说我足够幸运。张艺兴的出现给我枯燥的末日生活添了点乐趣，有个邻居总好过孤身一人。我好奇地问，你还囤了什么？很多发电机，我要在山洞里分析气象，机器费电，我用山洞温泉的高低落差发电。我暗自啧舌，合着我囤的柴油都白瞎了，真是没文化吃亏。地球都末日了，卫星还能用？末日和太空卫星有什么关系？我竟无言以对，又问，伟大的气象学家，地球还有救吗？不一定，还得观测。我撇撇嘴，一边给牛棚清粪，一边瞥了眼头顶的蓝天。之后的日子，他时不时给我传气象消息，我则教他做饭，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的过着。末日第3年的清晨，对讲机突然炸响，白7月，快醒醒！我揉着眼睛嘟囔，吵什么？救援来了吗？没有就别烦我睡觉。雪化了，我瞬间清醒，翻身跑到窗边，外面却依旧雪白刺眼。这哪化了？雪位降了10厘米。系统播报室外温度。好的，主人，此时室外温度零下68度，再升点到零下50度，我们就能出动了。你说这世界还有别人吗？能撑到现在的没多少。温度回升后，你想做什么？吃顿麦当劳。没出息，末日哪来的麦当劳？嘿嘿，我想见见你。我也是。末日第8年春，我包着饺子，对讲机里传来他的声音，到哪儿了？你山洞门口。我擦手跑去冷库，挪走货车，推开封了8年的大铁门。山对面陪了我8年的男人就站在那儿。末日第10年，气温回升到零下40度，社会还没恢复。张艺兴说不久会再骤降，我们决定大量采购物资，把他山洞的设备都搬过来。转移设备的活儿干了整整半个月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几乎连轴转。我拆了废弃的卡车轮胎做保温材料，把山洞内壁又裹了3层。张艺兴则趴在电路图上画改造图，降温来得猝不及防。那天早上醒来，就听见洞外传来噼啪声，跑出去一看，连呼出的白气都瞬间凝成了小冰晶。系统显示室外温度骤降到零下80度。张艺兴的观测仪疯狂报警，屏幕上的气温曲线像断崖一样下跌。还好提前改造了供暖，他这才松了口气，指着屏幕上的保温数据，洞内温度能维持在零上5度，牛羊棚那边也加了电暖，都没问题了。我点点头，忽然瞥见他冻得发红的耳朵，伸手替他拢了拢围巾。别总盯着仪器，也顾着点自己。他愣了愣，反手握住我的手，掌心带着仪器的余温。以后一起顾着。漫长的严寒再次笼罩大地，
山洞里却暖意融融。我叫张艺兴给牛羊接生，他教我看气象云图。我做饺子时他会主动擀皮，他熬夜观测时我会温好夜宵。我们不知道这场严寒还要持续多久，也不知道社会秩序何时才能恢复，但只要身边有彼此，就有了对抗一切的勇气。那年那天的晚上，我在日记里写道：末日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孤身一人。幸好我找到了我的依靠。全文栏。